这份资料我们带回去以后，一定会研究查证它的真实性的。梁小姐，我们现在需要清楚地知道这套软件的功能，才能判断它的价值。如果功能不符合需求，价格不符合市场交易的价格，那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来查证企业是否存在少缴税款的问题。李科长，这套软件属于宇辉战略性的核心商业技术，跟易腾科技签订的研发合约里面有明确的约定，双方必须对这套软件的技术采取严格的保密。不过，我们还是就它的功能以及市场前景做一个简明陈述。咖啡市场分为两派，一派是速溶，一派是现磨。现磨咖啡的标杆一直都是国外的一些品牌，宇辉算是后来者，定位是精品咖啡，注重咖啡的品质。这是宇辉在新东市最大的一家旗舰店，地处 CBD， 也是宇辉销售业绩最高的一家店。每天上午8点到10点，下午1点到3点都需要排队购买。众所周知，精品咖啡从咖啡豆的种植、烘焙到研磨、冲泡，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很严格的要求。这套全自动的智能软件，就是要用机器代替咖啡技师人工操作，做出米其林的精品。大家看到这个机器，就是这套软件的终端机。这套机器呢，目前仅在宇辉20家旗舰店投入使用。如果前期的试水期效果显著，那么1年以后将会在所有的门店推广使用。软件先后迭代了5个版本，在研发期间，易腾科技就动用了3个独立的研发团队，上百人，历时1年半的时间，才研究生产出了符合宇辉要求的软件。比如说，研磨后传送咖啡的这个环节，为了避免香气的流失以及管道的污染，在设计中就是用旋转盘来代替管道的传送承接咖啡，所以在前期的研发过程当中就花费了巨大的时间还有研发成本。宇辉就是不想局限于小众咖啡市场，希望能够像国外的老品牌一样，能够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的大众的咖啡品牌。谢谢梁小姐的说明，我听懂了。您这一套说辞，无非就是想向我们说明，这套软件值4000万，对吗？李科，我不认为这是我们的一套简单说辞，这是我们基于研究以后做出来的一个简明陈述。如果李科长觉得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疑惑的话，您也应该提出相应的准确的、科学的数据来支撑您的观点。当然，我理解您的这个困惑，毕竟这套软件日后是否能为宇辉带来相应的回报，还是未知数。今天，哎呀，也是因为时间太仓促了，我们准备的呢也不够充分，很多数据还是缺失的。李科，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更加科学的、精准的陈述。是啊，李科长，梁小姐的团队啊，刚刚接手我们公司的税务规划。如果您允许的话，你看看我们要不要再找个时间，给您做一个矩阵陈述？梁小姐准备得很充分，倒是我们准备不足。这样吧，这一次就算我们了解一下情况，7个工作日以后，我们再进行举证讨论，可以吗？好，好，谢谢李科长，辛苦啊！谢谢你们的配合。好嘞，那7天后我们见，辛苦。我跟你说，我叫曹有才。咱们能不能说普通话？我说啥子普通话？我说的话人家都听得懂，就你听不懂，我得慢慢说。我叫曹有才，我今天带我们工友找老板要钱的，走到哪儿的时候，老板喊我们开发票，没得发票就拿不到钱。什么话？随便咋个给他解释，他还是喊我们开发票。我们那些老乡几十个，他从来都没有开过发票，也没经过那个税务所，去哪儿找发票嘛？没得发票，他们就拿不到钱。
我们那些老乡啊，他们还要把钱拿到家里头去。您把您的需求写下来行吗？写不来，你喊我咋个写嘛？我帮你写，我帮你写。我叫曹有才。女士，您这个资料可能不齐，可能没法给您办。您需要。是，也怪我自己没记好。哎，您先坐着，您别着急。我这怀孕之后，我这记忆就实在是差。我来这一趟有多不容易吗？就不能灵活一点？这样，您先坐好吗？您身子重，听我解释。是这样，我得核查一下您缺的这个资料是不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以按融缺办的机制给您处理，可以吗？好吗？好，麻烦你了。我没插队，我本来就在前面排着呢。上个卫生间，矿泉水瓶站着问呢。矿泉水瓶能当人吗？我说你老东西别倚老卖老啊！你个泼妇！你不如妇女！你目无法纪！你不是男人，你滚后边！哎，我说你说句话呀，你别当哑巴呀你！你说句话你。好，我俩到底谁对谁错？您二位啊都消气，年龄都不小了，发这么大脾气对身体多不好啊！这又不是戏台，对不对？咱不比嗓门嘛。你要说句良心话，对不对啊？你要说话要对得起您饭碗，你要对得起我法，对不对啊？你到底说谁对谁错啊？你说呀！你说就到底，一定要对得起你的良心，对得起佛法，对不对？你说他这样行吗？什么意思？微笑服务吗？哎，我就这么微笑服务一天了。我碰见一个大哥，刚才说方言，我都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然后我说：“大哥，您把您的需求写下来可以吗？写下来。”不会写字儿。哎，我都服了，我又听不懂他说什么。然后他让我帮他写，我怎么写？我回头我说找严妈啊，您知道严妈的样子，从后面出来，给我点个赞。哎，我真是服了。从小到大，我对我爹妈都没这么客气。你说我是不是表现好了，就能早点调回去？你知道要好好表现了，那就别这么多抱怨。你其实可以趁这段时间好好学学灭火，是吧？灭灭他人的火，也灭灭自己的火。是灭火，灭着灭着，我把我的热情全给灭没了。有的人是磨着磨着就越磨越钝，可有的人可是越磨越亮。你想成什么样的人啊？那得你自己去琢磨，自己悟，对吧？怎么回事，师傅？怎么跟严妈一样？您不是来拯救我的吗？我拯救不了你，我要调职了。你调哪儿去了？市局稽查局，曾经待过的地方。哎，那好事儿啊！您不一直想回去吗？看来我是回不去喽。您都调走了，我去那儿还有什么意义？别跟我臭屁！这点本事留着哄小姑娘吧啊！我来是要告诉你，老爷子和小新经常念叨你。今天不是周五吗？下班以后咱吃火锅去。行啊，吃火锅好啊。好，那我先去办事儿。6点钟火锅店见。别走啊，师傅！我真熬不到下班了，我快挂这儿了，师傅。少在这装可怜了，你还要微笑服务呢，对吗？时间差不多了，进去好好工作吧。这样，我呢，如果说办事早的话，我来接你，你别骑摩托车了，咱们接小新去。走了。师傅。微笑服务。微笑。真没想到宇辉请的女税务师竟然这么厉害，而且长得还很好看。哎，你别说，他这说起数据啊，一套一套的，咱们在这方面啊准备的确实不足。接下来这举证过程啊，数据方面会很难。数据举证这方面，马上要调回来证据，你们评价好。郑浩、梁锦秋，我请你们品尝一款我私人收藏的咖啡。听丹娜说，你也是一个资深的咖啡爱好者。谢谢。
平时比较喜欢喝。好喝。真的吗？有一股花香，还有一股淡淡的亚热带的水果的香味。这应该是烘焙的非常好的瑰夏咖啡。这个咖啡在市面上已经很难买得到了。专业。哎，下次啊，我再请你们喝一款啊，另外一个收藏。谢谢周总。应该说谢谢的人是我。这么短的时间，你们这么专业的应对，帮我们争取到了1周的时间。哎，那下面你准备怎么应对？你需要我做什么？接下来我还需……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你说。我说了不行。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你知道再拖下去影响有多大吗？你收多少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先把人给我约出来，大不了输，我输得起。你听明白了没有？梁小姐，对不起啊，我们继续。没事。周总，我还需要迂回近3年来的销售情况，以及利润财务报表，还有就是跟伊腾科技所有的来往款项，务必数据要准确无误，这样我才能够做出更好的应对方案来。没问题，我让会计配合你。好。喂，宝贝，你慢慢说。好的，爸爸一忙完就来接你啊，乖啊，拜拜。景秋，郑局的事儿我是在周总面前提过一嘴，但那也是我为了拿到入场券的策略之一啊。我知道你不愿意用郑局这层关系，不要紧，起码咱们现在有了入场的资格，对吧？可你们都认为这层关系很重要，生意网的背后就是关系网，有些事儿还真得靠关系才能拿下来，不然你专业再好，没机会被别人看到，你懂吗？如果什么事情都靠关系，对于一个专业的人来说磨损太大了，而且放大关系的后果很可能是被关系制约。景秋，其实我听你跟周总提了你家里的事儿，我听了心里也挺不舒服的。我知道我这次让你为难了，是我不好，我很真心的跟你道个歉，你就原谅我这次吧。行了，能屈能伸这招你还是留着对付老唐吧。对付他呀，我根本都不用这招。那你用什么？女儿呗，多多早就把她管得服服帖帖的了。哎，你说朵朵的年纪跟周总的女儿一样大，是吗？6岁啊。那周总是不是离过婚啊？你怎么知道？我看他桌上有一张女孩的照片，看样子像是13、14岁的样子。可以，你观察真够仔细，我都没看到，但他确实离过1次婚。哦，你妈电话。喂，哎，阿姨，啊，我跟景秋在一起呢。哦，对对，小高介绍你了吗？啊，太好了，太好了。好，我们马上过去啊。啊，一会儿见，阿姨。哟，忘了，咱们不是约好今天晚上吃火锅了吗？哎，阿姨是不是挺喜欢小高的？哎，我觉得小高挺好的，一表人才，那门当户对，事业有成的，跟你般配着呢。般什么配呀？我比他大。这是什么理由啊？人家现在不行拿年龄说事儿的好吧？再过10年我都快50了，他还很年轻。拜托，再过10年啊，你需要是个孩子，不是男人，懂吗？外语。他今天语文老师讲那课题分析的那个例句嘛？对。这儿呢。哎，爸，赵主任。哎，眼里只有你爸是不是啊？大雄哥，你怎么来了？今天是不是又要到我们家蹭饭？哦，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个形象。今天你爸请我们火锅。真的啊？你爸今天加班啊，以后我们一块儿吃饭啊。好，好吧，吃完饭送你回去。好。吃。看见我干嘛？吃啊？
大勇哥，肉都被你捞完了，我还怎么吃啊？没有吗？啊，真没了。是吧？估计有点不够，是不是再点点儿？点了，点了够。你这是，哎，来了，啊，这是你好，你家的菜。这我下这儿哈。哎，好，可以可以。小时候啊，我看过人养马的，那个马吃料的时候就像你们这样，那眼睛直瞪瞪的就盯着草里，料一上，嚯，那咧开嘴，撩开槽牙就吃啊。这是他们哪见过这个？你说这小新和婉儿的胃口好，长身体很正常，对吧？好，还给我接。你小子，你属马的呀？他真属马。属马。师傅，你不知道，我现在属于什么哈？又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我到了这一所啊，这胃口就跟漏勺似的，怎么吃我都吃不饱，没办法，强消耗。我今天我必须得多吃点，我全部给它补回来。来个酥肉。不要发牢骚，牢骚多了，你那个精气神啊就浮躁了，明白吧？是，不发。我现在呢，只要是吃点好吃的，你也吃。我马上我心气儿全都顺了，我一点牢骚都没有。吃吧吃吧，我也没训你。老爷子，我特别喜欢您跟我讲道理。师傅，要是所有领导像老爷子这么讲道理，我绝对一点牢骚都没有。马屁精，就是，真就是马屁精。真心的，真的。哎，小高啊，我真没想到你会回国。你回来以后有什么打算吗？我在这次回来之后就没有打算走了。我和几个朋友前几年合伙创办了一个科技公司。科技公司啊？好的。锦绣爸爸之前也自己创业开过公司。真的啊？我知道年轻人创业挺辛苦的，这我懂的。阿姨就是想给你一个建议啊，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千万不要着急挣钱，要一步一步好好经营，明白吗？好的。给你煮点青菜啊。哦，我吃不了了。青菜没事儿，青菜不占肚子。你小子啊，谢谢。什么都好，谢谢。就是这个心气儿太高，性子太急。当然了，性子急也不是毛病，但是你要注意啊，可不能眼高手低啊。来了。你好，先生，您家的菜。来了。来，这个多加点我们。这我下这儿哈。哎，好，可以。师傅，你来。怎么样，够吃了吧？大勇哥哥，我刚可不帮您数着呢。之前咱下了3盘肉，您一个人就吃了2盘，真的。哎，你盯着我数干嘛？你盯着肉呀！你这样能抢着吗？是不是？傻小子！起步阶段不打算赚钱。您好，打扰一下，收一下红牌。好，谢谢。就是想说把这个科技公司能落实好，造福人群，让生活更便利。锦秋，你看人小高说的多好啊！而且我这次啊，打算请锦秋担任我们公司的税务顾问。好啊，这多好的事儿！阿姨，你别急着答应。锦秋现在是公司头牌，那哪能你说想请就能请到的？不着急，就是等锦秋不忙的时候，我再来跟他谈这件事情。对，兼顾一下，兼顾一下。而且我现在公司才刚初期嘛，没有太多的事情。锦秋，我等你哦。我们说好的。对呀，兼顾一下。哎，谁跟谁说好了？哎，你看着我，哎，我是不是管业务的？你是不是得跟我说一声？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没有，跟你说过。没有。别闹了，我怎么没跟你说？没说。行，我付给你了啊。那个，给我开个发票。大爷，如果您不要发票的话，我们可以送您一个饮品。为什么不给开发票啊？这不是跟您商量吗？我们的饮品有可乐、雪碧，您要是不报销的话，开发票也没有用。怎么能说没有用呢？哦，赠饮品就不给开发票了，这可是有意的逃税行为啊！大爷，您要开发票就开发票，您别为难我呀。我可不是为难你啊！你看，我到你们店里来吃饭，吃完饭呢，给你付了钱，你给我开个发票，这是每个纳税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啊！经理，
你好，大爷啊，我是这儿的大堂经理啊，有什么您跟我说。啊，你是经理啊？哎，我问你啊，消费者有权利要求商家开具发票，这个你知道吧？知道。可是我们今天啊，发票用完了。你要是不喜欢饮料的话，我给你打1折。不要，我给你说说国家的规定啊。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者从事其他的经营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的，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那现在你是收款方，我是付款方，你应该向我开具发票，知道吧？可是大爷，今天啊，我们的发票确实是用光了。要不这样，我给您记上，随后呢，你随时来，我随时开。发票用完了要随时领取。不要找这个借口，啊！我跟你说啊，如果都像你们这样不开发票，送个饮料，打个3块5块的折扣，看起来呢，消费者好像得了实惠了，但实际上是纵容了你们这种逃税行为，这是违法的。这发票开了有什么用啊？我们朋友出来聚餐呢，这发票也没法报啊。要发票的意义非常重大呀。往小里说，消费者一旦遇到什么纠纷的话，就可以凭发票维护自身的权益啊。往大里说，这个发票呀，是国家计算征收税款的重要凭证，两全其美嘛。什么两全其美？不就税务局想多收点税呗？这话说的可不对啊！你看我们国家的国防、科研、教育，交通、医疗，哪一项不要花钱啊？哪一项跟咱们老百姓无关啊？我们国家财政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税收，这才是真正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服务员，2号包厢买单，我们就要赠品，要饮料，要打折，我们要赠品。妈。没事吧？没事吧？在博茨瓦纳，每一次降雨或刮风似乎都会引起季节突变。独居此时，都是90多分啊，不错，很好。爸，你看这个心情好点没？我没有心情不好。你还说没有，都闻出味儿来了。我看见这个呀，
比什么都好。爸，我看到锦绣阿姨她身边有个男的。锦绣阿姨她是不是谈恋爱了？你是个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儿，懂吗？我不管你，谁管你啊？成绩要保持啊！我跟你说，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呢，学习的劲头不稳定，多在这方面下点功夫，知道吗？你这就是管我了，好吗？嗯。好了，复习完赶紧休息啊！爸，你也早点休息。嗯，多喝点水。知道了。妈妈，怎么醒了？没睡着，睡不着。怎么啦？你去睡吧，你明天还要上班呢，别管我了，去吧，你去吧。怎么可能嘛？有的人呢，越老越坏，相由心生。妈，您说什么呢？你应该知道我在说谁。行了，都1点多了，我们不熬着了，睡觉好不好？我扶你进去睡，来，睡觉了，睡觉了，走，吃药了，吃过了。爸，怎么还不睡啊？哦，明天早上我想给小新做点手擀面，怕来不及。哦，怎么你也睡不着啊？啊，也没有，吃那火锅有点不太消化。哦，你在厨房抽烟了吧？少抽点烟啊，对身体不好。知道，我也不经常抽。你要是睡不着，就陪我聊2句。嗯。我梦见你妈了。哎，好久没梦见她了，一点都没变，还是那样。你妈她骂我了，说你个老东西啊！我在的时候你不让儿子好过，耽误他和锦绣的婚事。我走了，
你怎么还那么讨人嫌呢？我说，老太婆呀，你不在了，家里这堆事儿，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不你干脆把我带走吧，我这也活腻味了。爸。这些年呢，我也看着你怎么过来的，我这心里不好受啊。你说这也太巧了，今天怎么又碰上锦秋他们娘俩了呢？哎，这也没什么，不说这事儿。这几年我也没跟你聊这事儿，可是呢，我也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做错了？锦秋他爸是犯了法，可是我不该，我是完全可以让人家去的。我那天要是回避了，也许锦秋妈她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恨咱们。你和锦秋那也就……我错了，我错了啊！正好，爸对不起你了。我说爸，这不是你的错啊！你听我说，这事儿是这样，我跟锦秋没走到一块儿，那是我们缘分不高，跟你到没到现场没有关系的。我还想问你啊，这个锦秋是不是有人了？我今天看他边上那个小伙子啊，跟他们关系好像挺密切的。哎，他有人也是正常的事儿嘛，对吧？锦秋也得有人照顾。我的意思呢，你就听老爸一句话，别再等锦秋了。看得合适的，就抓紧把婚事给办了，啊！你要一直这么下去，我死了心都不安。我知道，我知道了，知道了。秋啊，那个，我觉得那个小高人挺不错的，他很像你爸爸年轻的时候。这是一个好机会。你说这一年一年过得多快，你的岁数也大了，找到一个合适的不容易，明白吗？妈妈，我现在一个人这样，挺好的。你是不是心里还有他？啊？我不同意你和他走到一起，懂吗？懂就好。睡吧。哎呀，要睡了。我们对宇回以及相关门店进行了实地查证，也去了一堂科技了解情况。宇回这4000万发票确实不属于虚开，是真实发生的售卖交易。但是这笔费用是否合理，我们还是存在一些看法的。所以我们跟宇回约定，这一周会进行下一轮的举证。那离下一轮举证还有几天？3天。哎呦，那时间是够紧张的。是啊。你们目前的困难是什么？需要我跟肖局帮你们解决什么？是这样，别的方面还好说，就是数据举证这方面，宇回这次找了一家非常专业的税务团队，看能不能从咱们市风控中心挑1、2位有经验的业务骨干，来支援一下我们。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现成的人可以支援你们呢。谁呀？郑浩。
郑浩在区局的时候担任税收风险管理局局长，对大数据的分析举证都很有经验的。一会儿会后我就给他打电话通知他，他下午就可以过来协助你们。好，那行，那我们就先讨论一下这个分工的安排，啊。好。孩子们作文写得不错，小新也有进步。当然，是黄老师教得好。小新爸爸，您平时是不是不给小新零花钱呀？没有啊。王老师想说什么？小新惹祸了吧？这些作文全都是小新写的。啊？您看看。全是小新写的。不，这字迹也不一样啊。这都是他提前写好的。小新现在可是我们学校的名人，我查清楚了，他帮别人代写作文，按篇收费10块一篇。10块？10块一篇作文？而且不只是我们班，还有其他年级的学生，他一个也没落下。而且不单单是作文，我也找班上的同学了解了一下情况，说是所有的文科作业他都可以承包。用不了多久都能形成产业链了。形成产业链了？这小子要钱干什么呀？我也想知道，所以今天我找您来问问情况。是。当然了，如果家里真的遇到了什么经济困难，学校这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小新年纪还小，用这种方式挣钱是不行的。谢谢黄老师。婉儿，下午还有课呢，赶紧回家吃中饭。用我送你吗？没事，郑叔叔，我妈来接我。婉儿，你走吧。不会打你，我爸晚上不太高兴。没事的，电声大，有点小。你先走吧。你妈是不是催你了，婉儿？你赶紧走吧。郑叔叔。你别生气了，你有什么事好好跟小新说，别揍他，千万不要冲动。那我走了，别冲动啊。郑叔再见。说吧，你要钱干什么呀？说话。你要钱干什么？是给你零花钱少了怎么的？还觉得不够？没有。那你是干什么？你说。我就是想攒点钱。攒钱？你攒钱干嘛呀？我想换个网球拍。下个月我要和婉儿去市里参加混双比赛。我那副拍子是婉儿之前用旧了的那个，上面好多地方都已经坏过了，然后后来又接上的，用来打比赛就不太行了。我就想换个新的。不，你这是正常理由啊，你可以跟家里说，跟我说，跟你爷爷说都行啊。这买一个网球拍很贵的，我就不想花爷爷的钱，而且爷爷之前也说了，他们要节约用钱，咱们以后还得换个房子啥的呢。我也就想着，我说我语文挺好的，为啥不帮别人写写作业、写写作文，多多少少也算创个业。创业？不是，你明白什么叫创业吗？你啊，你是个学生。你的主业是学习，还有你帮别人做作业，你是害了别人，你懂吗？爸，我知道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您别生气。我也就是特别喜欢那个拍子，我特别想要，但是那个拍子也太贵了。什么拍子呀？就是费德勒。费德勒，爸，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特别厉害的网球运动员，他的那个拍子啊，用起来特别顺手，那个打起来那是太帅了。还有那个费德勒的拍子， 3998。
是不是弄错了？就一球拍啊？哎，这个可是费德勒的小黑拍，这个我们已经有活动优惠过了。还能打折吗？要不您看看那边的，那边有便宜的，但是这个1分钱1分货，这打起来的手感跟球拍的质量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么贵啊？啊，没事的吧？那我再去重新挑一个。别挑了，就它吧。真的？还要了是吗？是。好嘞，一共是3998元。我跟你说啊，以后你想干什么，要直接跟我说，明白吗？哎，放心吧，爸。哎，明达叔啊，给晚上请了个私教课，我这周也可以跟着跟晚上一起去学。爸，您周末要是有空，能不能陪我一起去啊？我又不会打。我可以教你啊，很多办法都陪着一起去打的，自己也能锻炼。像明达叔就常去，叔对睡眠特别好。您不是睡不着吗？行，我有空陪你去啊。对了，这拍子可是花你爸半个月工资的，回去跟爷爷千万别说是4000块钱买的。那我说多少？我说3000。2000。您周末要是有空，能不能陪我一起去啊？我又不会打。我可以教你啊，很多办法都陪着一起去打的，自己也能锻炼。像明达叔就常去，叔对睡眠特别好。您不是睡不着吗？行，我有空陪你去啊。对了，这拍子可是花你爸半个月工资的，回去跟爷爷千万别说是4000块钱买的。那我说多少？我说3000。那我还是说2000。说800吧，说800，好吧？哦，好。喂，宋局。我知道，我这就过去。好。所有报表都复印了吗？复印了，这些您看一下。进来，正好。宋局、小局，抱歉来晚了。没有，正好材料刚刚整理出来。哎，那发票原件呢？我忘了，我现在去拿。正好，怎么了？小新有皮了？小新男孩子嘛，皮点好。我就怕他呀闷不吭声。你瞧，这说起小星，这人都变得慈祥了。我打电话呀，除了催你，还有就是要提醒你，这青春期的孩子要多用文招啊，少用武力。我像用武力的吗？像，像吧？我从来没有用过武力，我一个手指头都没动过他。真的啊？我不信，我脾气这么好的人，我都打过孩子。董姐，你打过孩子吗？我还打呢，每天忙的人都见不着，平常都归他妈管。好，我们言归正传，东杰他们现在负责调查的这个企业呀，宇回咖啡，虽然说排除了虚开发票的嫌疑，但是现在还要再做进一步的准确的调查举证。你看现在这时间紧，任务急，局里的意思呀，就是调你过来协助他们工作。你的正式调动手续呢，人事部门正在办理，你先投入工作。好，没问题。东杰说，对方这次请了非常强大的税务团队，数据举证方面，你得使出全部的本事啊。明白，我一定全力以赴。我们刚才还讨论了这个分工，数据举证方面呢，你负全责，在工作和人事调动上，还是由东杰来全权负责。这是宇回咖啡所有的资料，你先消化一下，有什么不明白的及时问我。人手方面你提要求，我安排。好，我尽快了解情况。喂，是我。锦秋，礼物收到了吗？收到了。为什么平白无故的送我礼物啊？没有啦，这是我一个朋友，他带了一个高端的香水品牌，卖的特别好，所以我就借花献佛一下。哦，对了，丹娜那边我也送了。你什么时候才会忙完啊？
你感冒了吗？没有。没有就好，千万别感冒了。等你忙完，我们一起去打球吧。梁总，请进。有人来了是吗？那你先忙，我回头再给你打电话。好嘞，拜拜。这个是宇回跟伊藤的相关合同，然后这个是宇回的市场调研报告，还有他们在国内各分店的成本支出、营业额等数据。这个是伊藤的资料。好，辛苦了，我一会儿看看，你去忙吧。好。老板，您今天有约会啊？没有啊。那这个花是？哦，是一个朋友送的。你要喜欢，你拿走吧。还有这个香水，我平时也不用香水，放在我这儿浪费了，都给你。啊，送我呀？对啊，你最近这么辛苦，奖励。谢谢老板。哟，进来。老陈也在啊？哎，这不检查二科正式设立了吗？眼下就正好一个光杆司令，我来和宋局商量一下，拟一个初步的科室人员名单。哦，坐吧，来，你也看看。说实话，郑浩当年在局里工作的时候，我留意过他，这小子天生就是干稽查的料。宋局啊，这个名单我没什么大意见。不过啊，这上面有好几个人，都是东杰一手带出来的。我的意思呢，咱们是不是也听听东杰的想法？我赞同你的想法。这个检查二科新成立，郑浩这和工作人员左右是要磨合的，所以在人员的分配上啊，还是多听听东杰的想法。我同意宋局的意见。这两个人啊，东杰做事认真，郑浩呢做事脑子活，这俩呢是一稳一静，各有所长。相信在他们俩的带动下，这一定能带出很好的后备力量。可不嘛，在遇到难办的大案要案的时候，两个科室可以合在一起，取长补短。哎，老陈，你把这个人员的名单再琢磨琢磨啊，我先跟老肖开会去了。好嘞。梁总，怎么还没走啊？我查到了一些信息，您看这个。伊藤科技第一大股东叫文艺华，她是周总的前妻。这份报纸是8年前一次公开活动的，周总和文艺华一同出席了活动，但是他们两人当时是分属不同的互联网公司。好，我先看看。你辛苦了，先下班吧。好，那我先走了，梁总。喂，在哪？小朱刚刚查到，周总的前妻文艺华，她是伊藤科技的股东。哦，这个我也打听到了，但是周总跟他前妻6年前就离婚了，法律上两个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觉得这也证明不了宇回跟伊藤有关联关系吧？没什么问题。没问题最好，但如果有问题，我们不能有一丝侥幸心理啊！别担心，今天肯定是太累了，早点下班，我挂了啊。小雪，哎，总算没有迟到。宋姐，干嘛这么着急忙慌的？别提了，早晨我送我闺女去幼儿园，然后去趟医院，我丈母娘不是住院了吗？哎呀，结果满脑子都是宇回的事儿，
追尾了啊！不，没事，处理完了。那个，要是家里面有病人，不行你就歇2天。歇不了，过2天宇辉那就要举证了，时间来不及。哎，我待会儿找您和宋局汇报一下宇辉的情况啊。我先准备一下资料。好，你先去。走了啊。啊，嘿，一会儿会议室见。好嘞。哎，还以为马副科会成为2科科长呢。马副科哪有人家证据关系硬啊？以后得喊人家正科了。哎，那咱们理科以后就是1科科长了呀？那可不，人家刚来就能平起平坐，有关系就是不一样。你们说这陈副局退了之后，咱们正科跟理科之间谁会上副局啊？理科，理科，你看，这2科的门牌都挂上了，这区局的正号正是调过来的。这是跟你有关系吗？啊？该干嘛干嘛去。哎，不是，师傅，2科这我听说要分一部分人过去，我可不能去啊，我得跟着你啊。啊，我先回去干活，你可别不要我了。我看了全部的资料，我先提2个问题抛砖引玉，大家可以补充。根据资料呢，这个伊藤科技公司成立3年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额及利润就是来自于卖给宇辉咖啡的这套软件。首先我们要明确了，这伊藤科技是否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郑科，这方面的情况我了解过，伊藤属于软件企业。在税收政策方面，享受的是2免3减半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那因此，2家企业这4000万的交易，不能排除人为调节税负的可能。好，第2个问题，宇辉和伊藤2家企业是否存在关联企业的关系？郑科是这样的，这2家企业确实有点关系。伊藤科技的大股东文一华是宇辉周总的前妻，2个人在6年前离婚，有个小女孩跟着前妻。这个信息非常有用。从法律上讲，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根本构不成关联企业。我明白，但是还是有相关关系的。就算周总为了少交税从他前妻企业过手，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证据。更何况他们俩都离婚6年了，上千万的钱从前妻企业过手，我认为太不合理了。也不是没可能啊，就算离了婚，关系不见得一定差吧。 2个人都是企业的老总，又是大股东，这上千万的钱你来我往的，那其他股东怎么可能同意？外围信息只能作为参考。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数据举证这方面的问题。郑科，你就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配合你吧？举证方面得分组进行，一组人负责调查跟宇辉同类型咖啡店企业。 调查清楚同类型软件市场价格的情况。张璐，小石，你们配合郑科。好。这评估伊藤科技这套软件的研发成本费用呢，我们需要找第三方专业评估公司。这是具有资质的评估公司的名单。建议我们找2家公司同时背靠背进行，这样评估的数据更加准确、更加客观。我去向局长申请。 小李、小王，到，你们负责协调对接。好的。我认为我们还是要多做些外部关联信息的工作。没有问题。你想查就继续查，欣欣，你配合。好。还有需要吗？没有其他的了。各组具体涉及的细则、纲目、要求，我随后发给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各组务必在周4前 完成相关汇总，周5我们碰一下，没问题吧？看我干什么？没听见吗？没问题。好。真没想到啊，政科比理科还要严格呢。是严苛吧？这么短的时间，这么一大堆任务，这不加班根本做不完。本来啊，今天还要去见女朋友的，又泡汤了。哎，欣欣。 以工作为重吧。我有件事求你，欣欣。
那个，要不咱换一下呗？你去做数据分析，我去打听外围消息。你数学比我好，咋样？可以啊，你去问一下政科、理科，他们同意就行。那算了，理科还行，政科我也不太熟，万一我这表现的太突出了，不好不好。哎。等忙完宇辉这个案子啊，我周东请大家吃个饭。安源科老李他们问我时间呢。周浩，这儿也没有别人，咱俩就别装了，啊？你说这些年除了东河的案子，咱俩有过交集吗？没有吧？你想不想见我，我不知道，但是我不想见你。现在呢，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又避不开，凑到一块儿了，所以咱们该好好工作就好好工作，没必要客气。你说，咱们现在算什么关系啊？老同事，老朋友。老同事算，老朋友嘛。6年前，咱们就已经不是朋友了。过去的事儿，咱俩都不想提。那你说，坐在那儿喝大酒，聊大天儿，咱们说什么呀？啊？多尴尬呀！何必硬往一块凑呢？对不对？但你放心啊，我李东杰虽然心眼小，但是工作上丁是丁，卯是卯，该协作协作，该配合配合，绝对没有二话。刚才你看见了，对吧？另外，检察2科要从我们检察科现在的人手里边抽调。陈副局长跟我打过招呼了，说这些人都是我带出来的，让我先挑。我觉得没必要，我李东杰不需要这份照顾，所以你看上谁了？你说。我也刚来局里，跟大家也不熟，都可以。那就成。对了，这次宇回请的税务团队负责的是个女的，单信事务所，叫梁锦秋，是那个6年前没给你结成婚那女的吧？我可提醒你啊，狭路相逢，如果你不想面对的话，也别勉强，可以申请回避。不用，没事。忙吗？所以在这儿可以看到，这个部门呢，也是对我们线下一些门店以及门店的整合设计，紧跟着我们当季的一些新品的元素来看，可以看到最新的设计在这儿。目前的所有的资料就只有这些了吗？对，稍后呢会有人再把新的一份资料传到您这边。对，好的，这些也都全部都先记录下来。哎，好。进来。郑哥，来听。这个数字不对了，这是347692。这个是我们最近调查的所有的调研报告，关于2家公司的。大家可以从这个表格上清楚地看到，文艺华呢就是伊腾科技的老板、股东，他们俩其实是有8年的婚姻关系的。
那为什么宇辉公司要花高出市场价几千万的价格去买这套设备？谢谢啊。这是我们公司做的评估报告书。这套设备在市场上有一价值2500万。税务总额是有问题的。哪里有问题？是啊。它每一条，它的每一个产品，销售额是多少？每个门店每天的营业额是多少？哎，你们这儿每天是上午人多还是下午人多？这得看分情况。请你了解点情况。哎，好的，有什么问题？这你多少年？好。这个是什么？还没走呢，马上走了，我们。看见梁总了吗？他在里面呢。赶紧下班啊！哎，好嘞。哎，下班了啊！都连着加了几个班了，今天不许熬夜，走，跟我一起下班。方案还差一点。方案不是昨天就做完了吗？是另一套方案。什么另一套方案啊？什么意思啊？这个事情呢，我本来想明天上午再跟你讲的。怎么了？你干嘛这么严肃？从目前我们做的调研分析来看，宇辉从伊藤那儿购买的那套软件，真实价值应该是2500万左右。为什么宇辉要花高于市场1500多万的钱来购买软件？因为伊藤作为高新科技软件企业，它享受国家税收的优惠政策。宇辉很有可能做了不合理的税收筹划，来有意避税。我仔细的研究了他们公司近5年的财务报表。你的另一套方案是什么？是跟税务局坐下来谈的方案，一套谅解方案。不行，为什么不行？我们能算出来的数据，税务局也一样可以算出来，而且他们有更多合法的渠道，可以查到更多我们查不到的信息啊。金秋，我今天早上刚刚跟周总通了电话了，我在那儿信誓旦旦拍了胸脯的，我说咱们矩阵方案已经完成了，没有问题，我一定能帮他解决这个麻烦。你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了，你跟我说什么第2套方案，我怎么跟周总解释？实话实讲。实话实讲。哦，我去跟周总说，周总，我们也怀疑你把宇辉部分的钱转到你前妻那儿避税了。景秋啊，咱退1万步说，就算周总真的这么做了，只要法律上没有问题，咱们作为宇辉聘请过来的专业税务团队，就必须要站在客户的立场和利益上去解决问题，这是商业规则，也是宇辉聘请咱们的目的。你除非现在就告诉我，第1套方案一定会输。不一定。但是所有可能会出现的结果，我们都要想到。如果税务局的举证做得非常扎实，如果他们可以提供非常有效的证据，那第2套方案就是我们的预案啊，就是我们站在宇辉的立场和利益上做出来的预案。你现在如果把第2套方案拿出来，就是让我去得罪客户，会让我们的客户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名誉损失。
我怎么去谈长期合作？这怎么能是得罪客户呢？作为合作方，我们就应该想到并且做出第二套方案来。我非常看重这个 case 的，景秋，你知道我为了搭上这个关系，我费了多大心血吗？开业那天，我们俩是不是放了豪言壮语，说要把我们所变成5A 级的所？那就必须要围住宇回这个大客户。我现在朵朵上国际学校的事儿也要靠周总，我一直想让他上那个国际学校，我托了关系，花了钱没有用。我前2天刚知道，人家周总太太刚好就是这个学校的校董。丹娜，这是两码事。我知道是两码事儿，但是这就是所谓的人情世故。况且你也没有为人父母，你不知道我的苦心呀。你刚才是不是说，我们第一套方案不一定会输？是。那这么着，咱们去税务局打听一下消息。你如果不方便出面，我去。我听说郑局已经调到稽查局当科长了，我去问问。丹娜，我不有没有同意。我不敢讲自己是最好的税务师，但是在这个 case 上我尽力了。如果宇回他做了不合理的税务筹划，那就算这次我们过关了，我们拿下了这个案子，签下了长期合作的单子，那之后呢？那将来这个风险依然存在，我们有能力跟他们一起去面对更大的风险挑战吗？我们有吗？而且，工作跟私事不要搅得太深，得不偿失。我们呢是根据市场规模、地域、店面综合对比了3家咖啡店企业，其中包括一家外资企业。张璐、帅峰，给大家发一下资料。这2份评估报告呢，是我们找了第3方专业的评估公司做的。大家看一下。2家公司做的评估报告几乎是一致的。这套智能软件，它的市场公允价值大概是2000到2500万左右。2份评估报告的结果呢，也符合同类型咖啡店企业在购买类似软件的一个平均值。从举证的数据的结果来看呢，宇回从易腾购买的这套大型智能化软件，它的购买费用是高于市场公允值接近1倍的，非常的不合理。所以我们认为宇回在这方面做了不合理的税收规划。我上午已经把方案给周总发邮件过去了。好了，我不跟你讲了，我到宇回楼下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会给你打电话。你呢，就安心的在医院做检查。好，挂了。于总今天不来了吗？对，他很早就约了一个很难约的医生，改不了时间了。梁总，
咱们今天这仗是不是不好打？放轻松，集中注意力，正常发挥就好。但是有一点，税务局提出的所有问题必须要记录清楚。好。梁小姐早。李科长早。这是我同事郑浩，这位是梁锦秋，您好。你好。通过这几天的查证分析，我们认为贵公司从易腾所购买的这套大型智能控制软件价格是不合理的，明显高于市场价格。梁小姐，这份资料就是我们提供的科学、正确的数据。我们呢分析了这套大型智能化咖啡软件系统的特点，发现它在咖啡店领域呢也并没有独创性，别的咖啡店也有同类型的软件投入使用。针对这一特点呢，我们调研类比了跟宇辉品牌定位相似度较高的3家企业的情况。这2份评估数据报告是来自于第三方评估机构。既然刚才以 MCO 咖啡为例，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MCO 深耕国内咖啡市场20多年，具有非常高的品牌价值，能为他们研发设计这样的软件，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是可以获得一个超额的回报的。比如说，业界的知名度，那他们之后的订单肯定就是会成倍的增加，相当于是一个无形的广告费。所以 MCO 购买类似的软件价格偏低，我认为这个不具备参考性。另外2家，他们采用的是3年前的软件，那3年前供应链、设计研发公司都还处在一个起步期，他们可以把价格压得比较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市场供求、研发成本，包括核心竞争力的技术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方认为这个参考性也不具备。这是我方列出的研发成本数据，以及在未来能为宇辉带来的一个预估收益数据。这套软件自投入使用以来，几个旗舰店的盈利增速都在15%以上。那考虑到宇辉进一步的发展以及未来3年门店数量的增速，我们预计这套软件全面投入使用之后，可以为宇辉带来上亿元的利润。所以，我方坚持4000万的购买费是符合宇辉的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宇辉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的，并且这笔费用也符合商业市场的惯例，并没有违反税法规定。现在在中场休息，还算顺利吧？你那边怎么样？检查的？好，那一会儿我们回公司再聊。挂了。没想到，他们找了你来跟我打擂台。是啊，我也没想到。是吗？我看你们准备的挺充分的。你们的举证做的也很准确。我记得上次你跟我说，如果我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帮助的话，我随时来找你，都会帮我，是吗？我说过。那如果这件事情上我说，希望你能帮我，
你愿意吗？不敢还是不愿意啊？聊着呢。我刚刚问我老同学，我说啊，今天这场会真的是挺艰难的。作为老同学，不知道他愿不愿意给我透个底儿啊？这样我们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啊。你刚才跟他交底了？没有。你们这种关系很难面对，我理解。但公是公，私是私。当年他爸的事儿，谁也不怨。我知道，我知道。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我跟他都分得很清楚。差不多了。同类型产品的市场价值是否值得参考呢？我认同梁小姐的一些说法，各家情况不同嘛，市场也瞬息万变。但是这款软件它是否价值4000万？我认为我们双方是存在认知的差异的。我们的评估数据呢，侧重于研发的成本加合理的利润，而梁小姐所带的税务团队呢，是侧重于宇回咖啡购买了这款软件以后，在未来市场收益带来的溢价，2000到2500万，这是我们对这款软件的价格估值。我们的资料当中有非常准确详细的数据支撑。伊藤科技是一家高科技企业，公司用地、公司人员的工资等等一切费用，与各家公司的资金往来、股东信息，包括可以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等等，我们在资料里边都已经详细的说明了。同时，我也认可梁小姐的一些措辞，这款软件会给宇回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两家公司的售买交易也符合商业市场的惯例，表面上看没有违反税收制度，可是，在实际查证中，我们发现两家企业是有深度关联的。我们分别查证了宇回、伊藤两家公司的股东名单，包括每年的分红情况，还有银行账户的资金流水等等。伊藤呢有3位股东，大股东文玉华女士占股90%，2位技术型高管各占股5%。表面上看，各位股东和宇回所有股东没有任何牵连。宇回的大股东，也就是周先生，持股65%，市场总监和财务总监各持股5%。但是，宇回的第2大股东张丽女士持股25%，不参与公司的运营和决策。我们查了她的信息，发现她呢是伊藤大股东文艺华女士的表妹。5年来，宇回的每一笔收益分红，她都是打到了同一个固定的账户上。给我拿杯冰水进来。你所谓的第2套方案，就是为了预防税务局查到我前妻找人代持宇回股份的账，是不是？是。我不认为现在就没有办法了。我这套方案是我之前的税务顾问做的，他认为只是在税法的缝隙里找到平衡而已，这不违法。我再问你一遍，如果我们坚持没有过度的税务规划的话，胜算到底有多大？我认为很小。这套软件的真实价值就是在2000万到2500万之间。我做的第2套方案预估也是在这个区间。周总，税务局已经掌握了关联交易的证据。梁小姐，我请你是来打胜仗的，你可以不动用你的关系，我尊重你，我也理解你，可你不应该就这么快让我投降吧？啊？周总，
我觉得您用投降这2个字不太准确吧？我们受雇于宇辉，一定会竭尽全力去维护宇辉的利益。维护利益不只是钱，还包括要提醒宇辉可能要面临的税务风险。如果您坚持继续强硬下去，那宇辉这个品牌的信誉度就会受损，甚至于你们 B 轮的融资也会受到影响。还有，您前妻代持股份的事情，您应该要提前告知我们，这是起码的尊重。我们也可以做好相应的对策。周总，您的水。我前妻代持宇辉股份的事儿，税务局可以通过大数据调查出来。你怎么查出来的？经验判断吧。我们研究了宇辉的股东结构和财务状况，4000万不是小数目。这笔交易明显对宇辉是不利的。2位小股东持股少，您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去做安抚，但是25%的股权持有人就不同了。除非关系和利益纠缠很深，利益当头，什么样的关系能超过钱的分量呢？或许只有知情的关系吧。我爸爸曾经也是心存侥幸，后来出事了，自己辛辛苦苦一手经营起来的公司瞬间瓦解，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些陪他一起打下江山的大股东。您输得起吗？周总，我觉得大树底下好乘凉，我认为这是宇辉跟丹信现在的关系。丹信愿意依靠在这棵大树上一起茁壮成长，但是前提是这棵大树要能有根深叶茂的一天。